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到这一次今天章节的最重头戏的部分，如何选船只？如何选船只？那我们有这么多船只，这么多船只、船图，这么多船图，那我到底该选哪一艘船呢？那船只的部分的话，你看到后面的这个英文代号是它的强弱程度。那最强的部分是 X， 再来是 S， 第二强是 S， 接续的再来就是 A、B、C、D。最烂的一个是E，这个强度的差异性在哪里呢？并不是说你看这一艘 X 它就一定非常好，你就一定要盖它，只是说这个 X 所代表的意义是说这边有6项数值，再加上这个装备框，总共7项。X 的话，它可以在这个7个项目当中随机提升6样。那 S 的话就提升5样，以此类递减。那 A 的话就提升4样，直到最后E的话，它就是所有的都提升，保持原状。那有人问我说，装备买来之后，该怎么卖？这边有个出售，船只装备。把一些你不要的，可能觉得它用不太到的，把它卖掉，先卖这2个好了。卖掉船只装备呢，可以换取 NP， 怎么计算呢？船只装备的等级价值乘以100，就等于是它可以卖出去的 NP， 所以像这个价值3就可以卖到300 NP 咯。所以我们有时候要赚 NP 也是靠这个来赚的。那可能大家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大型电玩跟一些其他玩家的第一艘船跟大家不太一样？大家都是大洋号。那为什么我们的船都是别的，而你们卖不掉呢？其实不是卖不掉啦，在选单项目当中有个编程。这边都可以做任何的调整，除了我们把船员拉上去之外，我们也可以对船只的顺序做调整。那如果它除了第一艘不能卖，其他都可以卖掉。那可是我们大洋号又是第一艘怎么办呢？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对这个1点一下，把大洋号移到别的顺序，例如说跟2对调。那按更新之后呢，这样子你就可以来卖掉这一艘的船只了。好，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在造船的时候，稍后再提到。那我们先提到选船的部分，这么多船只，我到底该选哪一艘？当然，刚刚我们看到的船只，它当然船图、设计图，它有价值，价值5、价值4、价值4、价值5，那是不是价值4就一定比价值5好呢？那是不是我只要价值5的，我盖它就好了？也不尽然。因为要看功能性以及你个人的喜好程度。打个比方，我个人大型电玩个人最爱的是耐久度，耐久度越高我越爱，因为不然你出航你是跟怪物跟 NPC 对打的时候，耐久被人家轰掉，那就没得救了嘛。再来呢是攻击力，再来是乘船员，因为你在战斗的时候，耐久跟船员这2个其中一个被轰掉，你就算输了。当然还有其他的也是考量性的范围，但是目前来说，以战斗单位当然我们有大型电玩把它分成2种单位，一个是战斗单位，一个是交易单位。
战斗单位的话，个人喜好，个人喜好，这一支怎么说呢？其他的并不是不好，那只是因为这支的耐久最高，攻击也算高，只是很可惜的这一艘它的代号只有 D 而已，那这一艘代号有 S， 也是考量的范围，也许，因为它毕竟可以提升5项嘛。这个抗波呢是在未来才会用得到，在大西洋的时代的时候，我们现在还在欧洲时代，在大西洋的时候才会用得到，目前来说比较少。那所以我们就可以考虑一下其他船只呢，因为耐久才200多，暂时不做考虑。经过考虑过后呢，大型电玩决定赌看运气啦，也许我可以 S， 毕竟提升5项嘛，对不对？好，在盖船的时候呢，我个人会建议这边的船只名称最多只能6个字，但是呢，你当然可以自由去取这个名字，不过大型电玩是建议大家取名字的时候，最后带上它这一张图鉴的英文代号。例如说，刚刚这一张图鉴的英文代号是 S， 那我们取名的时候就把它最好是把它取名带有图鉴名称。好，确定盖它喽。好，不错。耐久提升到351，至少跟刚刚那个360已经很接近了，虽然我也很想它提升的是这个格子。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船只的部分呢。请看一下目前他们的名字。如果说你名字任意取的话，你看不出来它。当然，上面这个 S 是我们自己加的。如果单纯你这上面这个你随便乱取，没有加英文，你单纯看这个，你并不知道这张的船图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这样子你没办法判定说下一张船图我是不是虽然跟它船种一样，但是我不知道到底要不要使用它。所以我个人会建议大家在船只的部分的话，最好是任意取名的时候，后面带上你的船图的英文代号。船只的装备要怎么样子的去选择才比较好呢？当然，第一个我个人是以攻击为主，所以任何有关炮舰的，我一定会装上2门炮舰。再来呢是像这些甲板、耐久跟甲板。我通常会这样子选择，因为防御跟耐久其实是很接近、很雷同的。我个人会看它数值，哪一个数值大，我就先装哪一个。船首雕像这个部分的话，一艘船只能装一个，假如你有很多个这个船首雕像，那很抱歉，你只能挑一个用。但是其他的部分，像甲板，它就没有限制，你可以全部都装甲板，然后这艘船变铁甲船，大家都打不痛你。那你也可以装船尾，它的船尾可以装好多个，好的。这样子，我们的第4艘船舰就出来咯。那我们的船舰要怎么让它变多呢？你现在要盖新的船舰的时候，很抱歉他会跟你讲说你的船只已经满了。那它船只的部分的话，就是你每10个等级就可以多盖1艘船只。这是一开始的时候第1艘，第2艘的话是在你10级、20级、30级，以此类推。40级的时候，你可以盖到第5艘；50级你可以盖到第6艘，直到第70级你可以盖到8艘，当然，这个游戏有开放到80级，就是80级它需要把海图任务
把海图任务这边的海图任务，像这个旁边这个就代表我已经解完它了。海图任务你必须要解完40枚，40张，完全解完40张之后，它才会开放70级到80级之间。那稍微这边提一下这边这几项数值好了，以后等到开版之后，倒是很建议大家这边的每个礼拜都来这边的这个灰色的宝箱的部分来点一下，它这边就可以会有奖品。对战点数是我一开始是在酒馆那边的酒店老板那边有个进行对战，你每个礼拜只要稍微打个1、2场就好了。海战点数呢，就是你出去打的刚刚我们说的那些多少 PT 多少 PT 那交易利润的话，就是你每个航行的交易利润。所谓的帮助 PT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有谁借用你的船只。所以当然，如果说个人是提议您就是把你最好的船只、最好的人员、最好的船只、最好的人员放在第一艘，吸引大家都来跟你借船，这样子的话，嘿咻，好，这样子的话，你的帮助 PT 就会提升。那如果真的都没有人借用你的船，怎么办呢？那只好请大家建立一个分身，就是每天让分身来跟你借一艘船，这样子。好，那如果说后续还有大家想要再听什么的，再跟我说一下。很抱歉今天讲了漏等，我也不知道到底录了多久，谢谢大家。